日本拟松绑武器出口禁令，军工规则迎来历史性大修。深度解析日本防卫产业的务实转型。长期以来，受限于严格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日本的尖端军工产品一直处于内循环状态，极少参与国际军火市场的竞争。但就在近期，据军文网站 Defense News 的披露，日本政府正计划全面修订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甚至在评估允许将武器出口至正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或第三方。这一政策方向的转变，标志着日本防务战略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迈出这关键一步？这次规则松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军工产业逻辑与战略考量？要看懂日本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修订，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那个代号为 GCAP 的全球空战计划。这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正在联手冲刺的第6代隐身战机项目，预计将在2035年正式部署。这个被寄予厚望的跨时代战机，正是推动日本修改出口规则的核心动力。研发一款第6代战机，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投入是极其惊人的，即使是老牌航空强国，如今也很难独自承担这笔天文数字的研发费。为此，日本政府展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仅在2023年至2027年的国防预算中，日本就已经为 GCAP 计划编列了约7000亿日元，折合新台币约1409亿的庞大研发经费。但这里面有一个极其现实的商业逻辑，一款顶级战机的研发成本是固定的，如果最终只由日英意3个国家内部采购，那么由于订单总数有限，均摊到每一架飞机上的成本将高的令人难以承受。日本官员和防务专家算得很清楚，如果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仅依靠内需，根本无法维持国内防卫产业的生产链运作。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扩大规模，走向国际。通过将第6代战机推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吸引更多第三方国家采购，才能有效发挥规模效应，从而大幅降低单机采购成本，确保这个耗资巨大的项目具备长期的商业可行性。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的主力战机大多依赖从盟友处引进或授权生产，但随着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日本对掌握核心防务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不难想象，如果修订后的出口规则获批，日本将迎来一次华丽的转身，从传统的技术引进国逐步迈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输出国。执政联盟内部目前的协商倾向于允许向合作国以外的第三方出口，甚至根据情况评估向冲突国家出口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日本将能更灵活地与盟友进行深度的军事技术共享，并在全球高端军工供应链中占据更加主动和核心的位置。那么代价呢？规则的松绑并不等同于无序的武器扩散。作为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日本深知防卫装备出口的敏感性。面对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部关切，日本防卫省官员明确表示，规则的修订将伴随着极为严苛的审查机制。政府将严格根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针对具体的出口项目与对象国，建立一套科学、透明的分级管理机制。这道安全防火墙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所有出口的防卫装备绝对不被用于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军事行动。这种在放宽市场限制的同时，体现了日本在追求国防工业现代化时，试图在务实需求与国际责任之间寻找一种理性的平衡。纵观此次日本拟修订出口规则的动态，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现代国防工业的残酷法则：闭门造车已无法支撑顶级的军事研发，融入全球市场，实现技术与资金的跨国流动，才是维持尖端军工生命力的必由之路。日本的这一战略调整是基于现实防务压力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务实选择，它不仅将决定日、英、意第6代战机的最终命运，更将使日本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全球防务技术合作的新格局中。在未来高度信息化的多维战场上，日本军工的这份松绑必将对全球高端武器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好了，本期关于日本拟松绑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各位认为，日本如果真的松绑武器出口禁令军备，将如何影响国际安全局势？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专业观点。